我叫葉青青，京城最负盛名的草包大小姐。在所有人眼裡，我除了長得漂亮和花錢如流水，一无是處。直到那場豪门晚宴上，我腦袋裡突然的一聲綁定了一個全自動吃瓜系統，從此這世界在我眼裡變了。我看着那位京城只手遮天從不近女色的活阎王沈爺緩步走到了我面前，他面无表情，眼神冰冷的像要殺人，可我卻聽見他的心聲在瘋狂刷屏。他今天穿這裙子太犯規了，好想把它藏起來。他怎麼不看我？是我今天的領帶不夠帥嗎？我要不要假裝暈倒，讓他扶我一下？神爺您這人設崩得連碎片都撿不起來了。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位吃瓜少女是如何在豪門圈裡橫着走，順便收服那位悶騷大佬的故事。我坐在一場慈善拍賣會的角落，原本只想安靜的當個背景板，可我的大腦現在就像一個24小時不間斷的八卦電台。丁，主辦方的張總，其實那頭茂密的黑髮是假髮，剛才差點被空調風吹歪了。我忍不住噴出了口中的香檳。葉青青，你果然一點禮貌都没有。說話的是我的未婚夫，陸氏集團的二少爺陸澤，他正挽着他的白月光。林嬌嬌一臉厭惡地看着我，澤哥哥，你別這麼說青青姐，他可能只是太激動了，換做以前我肯定會大鬧一場，但現在我淡定地看着林嬌嬌，因為他頭頂的彈幕已經炸了。哎呀，陸澤，這個提款機真好用，一會兒一定要讓他給我買那條項鏈。對了，昨天剛交的那個小鮮肉男朋友還等着我給他換跑車呢。我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陸澤。陸二少，聽說你最近喜歡綠色，我覺得這顏色挺適合你的。真的？陸澤一愣，你什麼意思？沒什麼，祝你和林小姐天長地久，畢竟你們真的很般配。我優雅地起身，在陸澤憤怒的注視下，邁着模特步走向了自助餐區。吃瓜歸吃瓜，填飽肚子才是正事。我正往盤子裡疊鮭魚，身後突然傳來一陣騷動。京城最神秘的大佬沈蕭來了。他28歲接管沈家，手段殘暴，冷酷無情。據說曾經有個女人想爬他的床，第二天就被丟到非洲去種地了。他所到之處，人群自動分開一條路。他穿着一身純黑色的手工西裝，壓迫感十足的從我身邊走過。我也屏住了呼吸。然而就在他與我擦肩而過的瞬間，我聽見了一個驚天動地的聲音，是他，是他，他今天噴的是我最喜歡的那款香水。他剛才看我了，他的眼神好溫柔，他是不是也對我有意思？冷靜，沈蕭，你是霸道總裁，你要高冷，你要維持住你那張價值千億的冰山臉。我手中的盤子差點掉到地上，我僵硬地轉頭，看着沈蕭那張帥得人神共憤，卻冷得像萬年寒冰的臉。他察覺到我的視線，微微駐足，側過臉，聲音低沉如大提琴。葉小姐有事。外人聽起來這是在警告，但我聽見的是，他看我了，他又看我了，救命！我要窒息了。我的領帶歪了嗎？我的表情自然嗎？我要不要主動邀請他跳舞？可是我怕我會因為手心出汗被他嫌棄啊。我深吸一口氣，擠出一個完美的笑容。沈爺，您領帶沒歪，挺帥的。沈蕭的身子明顯僵了一下，眼底閃過一絲慌亂。他誇我帥了，他居然誇我帥了。我要把這條領帶裱起來當傳家寶。面上他卻只是微微點頭，語氣平淡。後來沈蕭開始了頻繁的偶遇。我去圖書館，他在隔壁桌看量子力學。
其實心裡在想，這書講的啥？沒關係，只要顯得我很有深度就好。快看我，青青，我去甜品店。他坐在對面，點了一杯最苦的黑咖啡，其實心裡在哭，好苦，救命！為了顯得我成熟穩重，我忍了。青青為什麼不分我一口？他的草莓蛋糕，我終於受不了了。在一次商業酒會的露台上，我攔住了他。沈爺，您到底想幹嘛？沈瀟靠在護欄上，月光灑在他完美的側臉，他單手插兜，眼神疏離。路過，我不想幹嘛，我只想在你面前晃悠。你快跟我說話啊！你再不跟我說話，我就要回家，抱着你的照片失眠了。我嘆了口氣，走上前，大膽地拉住了他的領帶。沈瀟渾身緊繃，像只被揪住後緊皮的大貓。沈瀟這人，嘴巴是租來的嗎？不說話會過期。我直視他的眼睛，沈瀟的瞳孔驟然收縮。他抓我領帶了，他離我好近，我是不是應該順勢吻下去？可是萬一他報警怎麼辦？萬一他覺得我太輕浮怎麼辦？不管了，衝了！下一秒，他那張冷酷的臉猛地壓了下來，但我預想中的吻沒落下來，他在離我嘴唇1公分的距離停住了。不行，不行，太快了，會嚇到他的。沈瀟，你要矜持，你要像個紳士。然後他硬生生地轉了個彎，親在了我的額頭上。他語氣依舊冰冷，葉青青，別玩火。我差點笑瘋掉。這大哥腦袋裡演了一部50集的連續劇，現實中就給我表演了一個額頭吻。就在我和沈瀟曖昧不清時，我的未婚夫陸澤坐不住了，他在媒體面前公開羞辱我，說我私生活混亂，配不上陸家。晚宴上，他拿着一杯紅酒走向我。葉青青，你以為抱上沈爺的大腿就飛黃騰達了？你這種草包！陸澤，我微笑着打斷他。你知道林嬌嬌這2天在哪裡嗎？陸澤皺眉。嬌嬌生病在家休息。我點了點頭。林嬌嬌現在正在酒店808房跟你的好兄弟王經理商量怎麼吞併你手裡的股份呢。哦，对了，他還在吐槽你，說你那方面不太行。我湊到陸澤耳邊，用全場都能聽見的聲音說，陸少，比起關心我的生活，你不如去查查你那輛綠色跑車的車主是誰，顏色真的很正。陸澤的臉瞬間綠了。就在這時，沈瀟走了過來，他一把摟住我的腰，冷漠地看着陸澤，這雜碎竟敢欺負我老婆，我要讓他明天就破產，我要把他家那塊地皮買下來蓋公廁。青青別難過，老公抱抱。沈瀟看着陸澤，只說了一句話，陸氏的項目，沈氏撤資，全場死記。這不是撤資，這是直接判了陸氏死刑。陸家倒台了，林嬌嬌也跑了，我和沈瀟的婚事成了全京城關注的焦點。結婚前夜，沈瀟喝了點酒，他把我堵在婚房的門口，雙眼微醺。他不再裝冷酷了，他把頭埋在我的肩膀，悶聲悶氣地說，青青，你是不是嫌我太悶了？我心裡想，我不嫌你悶，我嫌你腦袋裡那台發報機太吵。沈瀟，你以後有什麼話可以試着親口告訴我。我溫柔地摸着他的後腦勺，他抬起頭，眼神變得無比熾熱。其實我想說，從見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瘋了。我所有的冷酷都是裝的，我只想在你面前當一個人的沈瀟。我愛你，愛到想把心掏出來給你看。這一次，他沒有猶豫，他在現實中吻上了我的唇。我閉上眼，聽見他最後一聲心聲，終於
親到了，這輩子死也值了。這就是葉青青和他的悶騷大佬沈蕭的故事。所以說啊，這人吶，不能光看表面，那位看起來能凍死人的冷面總裁，心裡可能正在為你跳孔雀舞呢。如果你也想擁有這種全自動吃瓜系統，或者想要一個像沈蕭這樣心口不一的純情大佬，記得點個讚，訂閱我的頻道。我是你的打翻故事茶，感謝你的收聽。在評論區留言告訴我，如果你能聽見暗戀對象的心聲，你最想聽見什麼？我們下個爆款故事再見。